运动后常有的情况呢，就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。但是如果你懂得方法去放松肌肉的话呢，其实可以不用痛这么久。我们比较多会用一支精油叫柠檬草，用在人体酸痛的部分，它可以帮忙把乳酸堆积带走。已经时间很长久了，这个酸痛都没有被缓解的时候，我们会建议把冬青也用上去，帮助我们有点温热的效果。还有一个成分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它可以被放在酸痛，就是薰衣草。那它放在肌肉这边酸痛，其实它就是放松。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精油是可以帮助我们运动后不要那么抽呢？哦，你就是说的精油，对，精油就可以除味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运动后常有的情况呢，就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。那很多人会选择呢忍耐几天就过去了。但是如果你懂得方法去放松肌肉的话呢，其实可以不用痛这么久。那除了上次教大家如何透过滚筒做物理按压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些药膏啊，或者是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做肌肉舒缓。但是这些药里面的成分呢，对身体是不是真的都好呢？那今天我们请到芳疗师魏承轩来教大家更认识这些成分。欢迎承轩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承轩。例如说肌肉酸痛的时候啊，大家都会去药房去买一些东西来擦嘛，然后我就会发现一些蛮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它有一些成分呢，其实都是跟精油类是蛮有关系的。例如说那个来自沙烏地阿拉伯的巴斯光年，它说它主要的成分是水杨酸，还有就是薄荷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其实薄荷它对于在舒缓肌肉上面，几乎好像所有的酸痛药膏一定都会有薄荷的味道。对，就像大家感觉的，就是薄荷就是凉凉的，对，带有凉意。那主要薄荷的油，我们就是取薄荷叶的油囊，手搓一搓，我们可能就闻到薄荷的凉凉的感觉。薄荷的味道是很明显，就可以摸叶子就可以摸得出来的。对，可以区分到。其实它薄荷里面就是会有安定神经、跟放松，还有镇静，还有带有凉意。对，那这些一起集中一起的话，涂在身上，就觉得哇，很放松。就是肌肉酸痛，其实最主要的几个概念就是要让肌肉放松，然后还有就是说发炎就会红肿热痛，对，就炎症反应，它就是在热。那热这一块，我们就可以用薄荷去做一个降温，达到一个平衡，这样子。是。但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啊，就是日本的林先生啊，他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薄荷以外，他还会加樟脑。我就想说，樟脑不是我们小时候拿来驱蚊子的东西吗？或者放在衣橱的那一种。对。那其实樟脑的部分，我们比较少给小朋友用，是因为我们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蚕豆症的这个基因。那因为有蚕豆症的部分，它就会引起它的过敏反应。对，严重到可能会有呼吸窘迫的情形产生。放松肌肉上面的话呢，在精油的部分还有哪些精油呢？好，其实放松肌肉精油很多。那我们比较多会用一支精油叫柠檬草。柠檬草，柠檬草，我的印象也是在驱蚊的。对，你很厉害。柠檬草的话，它比较味道闻起来像香茅。对，然后就像主持人觉得说驱蚊，对，它就很显著。有时候我们在家熏香可以预防一些蚊虫，用在人体酸痛的部分，它可以帮忙把乳酸堆积带走。所以你如果是像我们比较少规律运动，可是我们可能要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，强迫自己去跑步或打羽球或打排球，这支精油就可以做放松排解。这个倒是比较少看到在市面上。然后其实还有冬青。冬青是蛮常看到的。那冬青它的味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酸痛药膏、酸痛贴布的味道，也是放松，但它后面的层次会带有灼热感。那假设是我们刚刚说急速的炎症反应的话，我们可能不会把它用上去。可是可能是长期的酸痛，可能是已经时间很长久了，这个酸痛都没有被缓解的时候，我们会建议把冬青也用上去，帮助我们有点温热的效果。所以其实这边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急性如果说不小心扭伤或者是运动伤害的时候，先是冷敷、冰敷做一个物理性，然后让这些红肿热痛可以降温。但是之后呢，因为你那边组织就是受伤了嘛，所以你必须要让它多加速一些血液循环，然后才能让营养的物质去让它那边做修复的话，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加热的一些商品，然后就让它那边比较通畅这样子。对。如果想要之后就是加速这个肌肉上面的这个修复的话，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说冬青以外，还有什么样的产品其实是跟这个有类似的？还有2支，其实一支就是茶树，大家最常用到的，通常是拿来擦痘痘的。对，擦痘痘啊，然后可能皮肤
肤痒啊、蚊虫咬伤。那其实茶树啊，它用在肌肉酸痛，它也有能够放松筋骨的作用。那它在植物界，我们就比较会称它是小抗生素。那其实它就是植物啦，它就是天然的，并不是说真的有抗生素的成分，但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那个炎症反应。是，对。那第二支油叫牛至，牛至，对，牛至它另外一个名称我们会叫它奥勒冈。哦，知道了，奥勒冈我们吃牛排的吃牛排，对。那其实为什么牛排会加奥勒冈？除了提香以外，用在牛排上面，它有一个松筋软肉的效果。哦，所以它不是只是提香味而已，它真的是对那个肉有那个效果。对，可以放在肩颈酸痛的舒缓。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分，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它可以被放在酸痛的，就是薰衣草。哦，对，我知道薰衣草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，但是跟酸痛好像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距离的。是，其实薰衣草的话，它真的就是很万用，我们叫它妈妈精油。那它放在肌肉这边酸痛，其实它就是放松。其实主要是因为它的香味，然后让大家觉得很舒服。所以今天老师介绍了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就是说除了我们可以买市面上的东西以外，我们了解得到了这些成分以后，其实可以自己去发挥一些创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蛮有趣的，就是之前陈轩有提到，就是说呢，其实擦这些放松的东西啊，其实不一定要合在一起擦，有时候分层擦的效果会更好。这个真的有点打破我以前的观念，因为我以前也有在保养品公司工作过，然后我们的应该说教育训练讲师吧，他很喜欢把我们的化妆品乳液里面滴很多不同的精油，然后它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功能。但是那时候我的印象就会觉得说，它应该是精油应该是要被滴在基底油或者是滴在乳液里面的，所以我没有想到说它是可以分层涂抹，然后它的效果会更好。其实是因为每一支精油，像我们刚刚介绍柠檬草、介绍冬青，它各自带有的优点都不一样。对，那如果我们分层的话，它会自然各自发挥作用。但是如果我们合在一起，其实它有一些芳香化合物的一些程式，对它们的一些结构会被改变。那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复合式的精油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精油公司他们做的一个复方，其实他们都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的。他们可能不是觉得说，我喜欢橘子的味道，我又喜欢葡萄柚，然后我也很喜欢木头味，我全部加在一起。有时候如果大家自己去玩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东西我感觉不舒服。对，那其实，在复方里面，他们很多的教授啊，跟科学家，他们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去调一个最好的配方，对，用他们的芳香化合物的结构去代做。那为什么这个是可以有一个降温的感觉？就是它会把精油的植物的特性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会分成椰子油打底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可以滴一滴，我们就可以滴柠檬草。对，它就是全部涂抹上去。就算我不太熟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后顺序，但是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全部上去就全部有效。对，反而更简单。对，没有特别说一定得怎么做，但是我会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可以把薄荷凉的东西我们摆在最后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其实薄荷放在最后一位，它有一个推进的作用。就是它是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，好像可以把刚刚你那几支油都在更加紧推进。对，我觉得今天让我比较打破观念的其实是就是牛至还有柠檬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们的功用是可以拿来做这个运动后使用的。是。好啊，那我想要再问一下，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精油是可以帮助我们运动后不要那么臭呢？其实有很多，例如我也有妈妈就是说她儿子脚真的太臭了，她说我可以用什么舒缓？那我们会教她可能用一些柠檬滴在卫生纸或滴在纸团，我们就说可以用一个香包，一个麻布袋包起来，我们放在鞋柜里。你就是说柠檬的精油？对，柠檬精油就可以除味。那身体臭臭的，我们这边就可以用像薄荷，建议会加在用酒精，其实酒精也是一个除菌、挥发凉凉的，然后又会有一个除菌的效果。对。那我们就会有薄荷，然后也会加迷迭香，尤加利也很好，然后加丝柏。那丝柏这一支油在我们精油里面啊，我们的做法会是比较可以排水，其实好像就是有点排汗、排水肿的概念在。对，然后其实这些各20滴，然后我有放柠檬也是除味道的，然后加在50的空瓶罐。那瓶罐我们建
议不要是塑胶的，柠檬比较会腐蚀。对，那我们就是铝罐或玻璃这样子，然后加其他我们会加酒精，或者是加一点纯水，就蒸馏水。那其实也很推荐薰衣草，它们就有一个除汗跟香香的功能在这样子。好需要哦，真的，而且夏天到了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。那其实，在喷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汗其实不是只有汗臭味，有时候还有狐臭味，然后这个狐臭味可能就来自于某些地方的这种顶江大汗腺，所以我们在喷的时候是要喷某些部位，还是说爱喷哪里就喷哪里？对，其实精油的使用方法就很简单，你想舒缓哪里就哪里，所以你觉得脚臭、鞋子臭，你就喷脚底、喷鞋子。那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喷汗腺比较多的地方，对，就可以。也可以当香水这样子，对。酒精如果我们真的要加的话，哪一个趴数会比较？其实我们如果是一般当就是除臭止汗的话，就一般要用75% 的酒精就可以了。在外面运动一定会免不了就是晒伤这件事情。那通常晒伤的话，可能我比较爱用的方法是用芦荟自己去擦。对。那不晓得说精油这个部分，赛后舒缓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薰衣草。然后像刚主持人说他喜欢用芦荟，那其实我们可以芦荟胶，然后滴薰衣草进去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厚敷。对，那个肩膀这边啊，就是晒伤像红的像小虾子的那边，就可以做一个厚敷的舒缓。薰衣草还是可以降温。对，像我们烫伤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用薰衣草，赶快滴，让那个灼伤的情形不要再延迟到长水泡这样子。但是我的薰衣草到底要滴几滴？像我们之前有去过童万节，对，那时候我们没有做心理准备，因为我们爸爸就是想去就去，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去童万节，然后也来不及买一些防晒用品，小朋友几乎就这样直接背心上场。想要给你们一个 surprise。对，然后回到民宿，我就赶快薰衣草。那刚刚说比例对不对？就是2个小朋友，一个2年级，一个4年级。那其实姐姐的话就是他们俩其实都一样，就是各个肩膀各1滴。然后我没有芦荟胶，也没有马上去买，但是我就是用基底油，就帮他整个涂。所以其实用基底油放在晒伤的背是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对。但因为芦荟它又更有冰冰凉凉的感觉，2个小时我又再上一次，那就我们家就是爸爸完全没有上，所以隔天只有爸爸脱皮，然后2个女儿都很好，就亮亮的这样，虽然有变黑，可是不会刺痛。但以前的经验，他们就会说好痛好刺。对。那其实我后面还是会再加薄荷，薄荷就是有凉冰镇的效果。如果我们懂的话，日常生活当中呢，碰到一些急救的时候，还来不及去医院，还来不及做正常治疗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帮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舒缓。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来讲太有用了，因为看到例如说运动完之后啊，还有遇到臭味啊，这些到底应该怎么样帮自己处理？今天非常谢谢陈轩跟我们分享这些，谢谢您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大家。